今天我们来聊聊被媒体称作台湾第二座金山的一个庞然大物，据说它的实力将斩压南韩，而且与7000亿美元的资产巨兽有关。这座金山到底是什么？它从何而来？将如何改变台湾的未来？让我们一探究竟。原来，所谓第二座金山，指的就是台湾即将筹设的国家主权基金。为什么说它是7000亿美元级别的巨兽？因为台湾经过多年累积，手上掌握着极为可观的对外资产。截至目前，央行外汇存底接近60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此外，台湾寿险等金融业者也在全球投下巨额资金。粗略估计，台湾整体对外金融资产规模已跃居世界前列，远高于多数国家，甚至超过我们经常比较的南韩。实力斩压韩国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南韩的外汇存底约4300亿美元，不及台湾的70%，换算人均，台湾每位国民摊分的外汇存底远远超过南韩。由此可见，台湾确实坐在一座巨大的财富山丘上。然而，这笔财富并不是凭空而降的珍珠雨，而是台湾数十年努力积累的成果。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几十年前，看看台湾是如何堆砌出这第一座金山。从上一世纪1980年代开始，台湾凭借电子产业和制造出口，创造连年贸易顺差，美元源源不绝地流入。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央行持续在外汇市场买进这些美元，等同将贸易盈余转化为官方外汇存底。就这样，台湾的外汇存底从几十亿、几百亿美元一路爬升。2000年前后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之后又经历金融海啸等全球风浪而持续增长，直到最近，这数字终于站上了6000亿美元高点，蔚为壮观。手握这样庞大的外汇储备，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回顾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周遭多国因外汇不足遭到狙击币值崩盘，而台湾因存底充裕、抗震能力强，最终挺过了风暴。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艰难时刻，大量的外汇存底也犹如防波堤，维系了国际投资人对台湾的信心。可以说，这第一座金山长期以来扮演着经济安全网的角色，保障着台湾的金融稳定。不过，金山虽好，却也带来隐忧。如此庞大的资金大多被存放在安全但低收益的资产上，例如各国公债，特别是美国国债等。多年来，因为利率不高，这笔巨额财富实际上替国家赚取的利息非常有限。有评论形容，台湾一直坐在金山上睡觉，拥有丰厚财富，却未充分活用，只敢放在保险箱中生灰尘。随着外汇存底越累积越多，一些质疑的声音开始出现。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存底吗？把这么多钱闲置着，是不是一种浪费？从国际常规看，一国的外汇存底通常只要能满足数个月的进口或偿债需求即可，被视为充足。然而台湾的存底规模远远超出这个标准，被认为远高于国际常态。换言之，我们存的美元多到有点不正常。这背后其实反映了台湾经济结构的一个特征：长期依赖出口所形成的资金堆积，以及新台币汇率被压抑的现象。央行为了保持出口竞争力，往往不让新台币随巨额顺差而大幅升值，导致本币汇率常年偏低，而外汇存底则节节高升。久而久之，经济中出现了资金配置的扭曲，国内有丰沛的储蓄和资金，但大量资金并未投入本地实体经济，而是以外汇形式躺在央行账上或流向海外市场。这种状况引起了国际关注，知名杂志《经济学人》甚至将之冠上一个称号——台湾病 （Taiwan Disease）。所谓台湾病，指的就是台湾陷入一种政策上的两难，常年庞大的贸易顺差创造出海量外汇，央行在汇率稳定与存底规模之间左右为难。一方面不敢让新台币自由升值，怕影响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外汇越囤越多，又可能带来资源错置和金融风险。经济学人的报道指出，台湾央行多年来采取各种措施来消化这笔钱，比如在外汇市场提供换汇流动性，鼓励金融机构对外投资。结果一来二去，台湾的寿险业者手中也累积了惊人的海外资产，
他们利用国人缴交的保险储蓄，大举买进国外的债券、股票等投资标的。如今台湾寿险业在海外的投资部位估计超过7000亿美元，但绝大部分保单责任却是在地以新台币计价。这种资产负债比别的不匹配，埋下了巨大的潜在炸弹。如果哪天新台币汇率突然大幅升值，例如升值 20%， 那些没有做好避险的海外投资将瞬间缩水。据估计，缩水规模可能高达2000亿美元，相当于台湾 GDP 的1/4。如此庞大的损失，足以令寿险业资不抵债，集体破产，进而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因此，央行的处境可谓进退两难，任由新台币升值可能引爆金融风暴，继续压抑汇率，外汇存底和对外报险又越滚越大。这就是台湾病的症结所在，也难怪有人调侃央行如今像被架在火堆上的人质，被结构性问题绑住了手脚。这第一座金山虽然耀眼，却隐藏着坍塌的危机。如果我们不设法解除这个隐忧，金山可能反成为压垮经济的负担。进入21世纪20年代，随着国际局势变化，台湾巨额存底和顺差问题不再只是经济话题，也被卷入了地缘政治博弈。台湾每年巨额顺差主要来自对美出口，尤其是晶片等高科技产品。美国一方面享受台湾晶片供应，另一方面也对这种单边顺差心生顾忌。从2022年起，美国开始以国安理由限制尖端晶片对中国出口，晶片的重要性跃升到战略层次。美国希望确保供应链安全的同时，也不希望台湾透过压低汇率获得不公平的贸易优势。再加上前几年美中贸易战的余波，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政策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其中一项要求更是直接触动了台湾这座金山。事情要从美国对等关税谈判说起。早前美国以贸易不平衡为由，对台湾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台湾努力与美方协商，希望取消这些惩罚性关税。然而据外媒披露，谈判中美方开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的条件，要求台湾承诺在美国投入约3500亿至5500亿美元的巨额投资。这个数字区间可不是随便乱提的，据传是参考了日本和南韩对美投资的规模。日本在某些协议下承诺了约5500亿美元的投资，南韩则约为3500亿美元。换言之，美国希望台湾对美投资额不亚于韩，可媲美日。当这个消息传出时，台湾朝野一片哗然。3-5千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哪怕取中间值4500亿美元，折合新台币超过14兆元，相当于台湾一整年的 GDP 将近60%。如此天文数字，要台湾掏出来，无异于要挖空大半座金山。许多人愤慨地问，难道我们辛苦存下的老本，现在要被美国以另一种形式勒索走吗？有前政府高层就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担忧，他怀疑美国的压力逼得台湾不得不考虑成立主权基金，把钱拿去美国进贡。这番话代表了一部分民众的疑虑，主权基金会不会变成美国指定的投资工具？我们变相成了美国的提款机。对此，政府方面作出澄清。行政院强调，所谓的台湾模式与日本、南韩的模式不同，不可相提并论。我方谈判的目的是为了争取互惠双赢，绝非一味满足美方要求。简而言之，官方不愿让外界觉得我们是被美国硬逼着成立主权基金的，而是希望塑造主权基金为台湾自身利益服务的正面形象。事实上，不论最初动机如何，外部压力的确催化了台湾政策思维的转变。与其被动挨打，不如化压力为动力，主动将沉睡的资产活用起来。既然我们坐拥丰厚财富，为何不拿出一部分进行投资，既回应美方期望，同时也为自己创造收益？于是高层很快达成共识，要推动国家主权基金的成立，为台湾开辟第二座金山。2025年5月20日，在总统就职1周年演说中，总统赖清德正式宣示，政府将成立国家主权基金，打造国家级的投资平台。他强调，这个由政府主导的基金将协同民间企业力量，布局全球市场，对接 AI 时代等新兴产业的主要市场，借此因应国际经济战略的巨变。赖总统明确表示，主权基金将透过立法设立，由政府掌握运作，专责对外投资，
成为国家对外进行战略投资的利器。这项宣示具有里程碑意义。过去，台湾虽有国发基金等政府投资工具，但其作用局限于国内产业辅导，从未有一个大笔资金专门用于海外长线投资。而如今，总统将主权基金定位为对外的战略投资工具，这代表政府角色从被动管理财务、稳定汇率，转变为主动运用国家资金在全球舞台上扩大影响力。可以说，台湾正迈向以制度化方式运用国家资本，发挥长远经济影响的新时代。根据总统的构想，未来台湾将建立起一套对内对外分工明确的投资机制。对内有现行的国发基金，继续负责扶植国内产业升级与创新；对外则由即将成立的主权基金来进行全球布局和长期产业投资。主权基金着眼于前瞻性与必要性原则，协助国内重点产业走向国际，在海外投资能够补足台湾未来发展所需的关键资源。虽然投资范围细节尚未公布，但从近年的政策方向推测，预计将涵盖半导体、人工智慧、资安、绿能、国防科技等攸关国家命脉的领域，并且紧密配合全球科技战略和经济安全的脉动。如此一来，主权基金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投资，更带有国家战略意图。它可以协助台湾产业链向全球延伸，确保我们在国际关键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举例来说，台湾未来可能运用主权基金入股海外的新创科技公司，投资先进制造设施或原物料产地，确保关键技术和资源的供应。同时，透过这种投资合作关系，台湾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连结将更加紧密，也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我们的经济安全和国际影响力。这是一条从贸易岛屿迈向投资玩家的转型之路。放眼国际，其实主权财富基金并不新鲜，全球已有许多国家运营着各式各样的主权基金，其中有不少成功先例可供参考。新加坡就是一个经典范例。这个国家有两大著名的投资机构，淡马锡公司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前者是由政府持股，本地企业组建，专注于策略性股权投资，后者则直接运用外汇储备在全球市场进行投资增值。新加坡透过这两支基金，使国家资产在全球生根结果，也为国库带来可观收益。再看南韩，早在2005年就成立了韩国投资公司 KIC， 受托管理一部分外汇存底对外投资，虽然规模不如预期庞大，但近年来也积极布局 AI、新兴市场等领域。中国则在2007年以2000亿美元外汇存底作为本钱，组建了中国投资公司 CIC。 刚开始时，中投公司曾斥资购买美国黑石集团股权等，因金融危机遭受损失，引发国内舆论质疑，但随后不断汲取教训，调整策略。如今其资产规模已跃居全球主权基金前列。还有挪威，利用北海石油收入，在1990年代成立了主权基金，经过多年累积和稳健运作，目前管理资产高达1兆多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主权基金之一，每年创造的收益反哺全民福利。中东产油国更是早早就将石油美元投入主权基金，像沙乌地阿拉伯、阿布达比、卡达等国的主权基金，规模动辄数千亿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呼风唤雨，购买了无数企业和不动产资产。相比之下，台湾过去迟迟没有主权基金，某种程度上算是艺术。毕竟台湾虽非产油大国，但经常账长期顺差带来大量外汇，完全有条件效法上述国家，将一部分积蓄拿来进行长期投资。或许是出于维持金融稳健的传统思维，我们一直按兵不动，直到现在国际压力与内部共识的交织，才终于决心迎头赶上。这晚了将近20年的起跑，反过来说，也让我们可以借鉴他国经验，少走一些弯路。现在全球171个有主权基金的国家，绝大多数即将多一个后起之秀，那就是台湾。台湾的主权基金在规模上有潜力一鸣惊人。试想，我们光是央行账上那6000亿美元，就已经位居全球第5、第6左右。如果能运用其中一部分作为基金本金，都将是个天文数字。许多专家建议，可以先从1000亿
到2000亿美元规模开始运作，逐步学习国际投资的 know-how， 再伺机扩大规模。即便按最低建议的1000亿美元来算，台湾主权基金刚起步就几乎等同于南韩 KIC 当前资产规模的总和，足以跻身亚洲主权基金的前段班。如果上限2000亿美元，那更将超越新加坡、淡马锡和 GIC 的体量，直逼全球前10大主权基金。如果未来若干年情况许可，台湾逐步把更多外汇转入主权基金，例如提升到3000亿、4000亿美元，那么台湾将有机会拥有仅次于中国和中东几个土豪国的庞然巨兽级基金，成为名副其实的第2座金山。不过，建立主权基金绝非把钱拨出来这么简单，其中的资金来源和制度设计大有学问。一开始碰到的就是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直觉的看，我们不是有6000亿外汇存底吗？拿出个1-2000亿应该没问题吧？但实际操作上却有难题。央行总裁杨金龙在主权基金议题上就明确提醒，不能直接无偿挪用外汇存底。原因在于，央行的外汇资产对应着国内发行的等值新台币，如果平白把存底拿出去用，央行资产负债表就会失衡，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简单说，外汇存底并非闲钱，它是有主人的。央行是拿发行的新台币去换来这些美元的，现在突然抽走美元，央行就会陷入资不抵币的窘境。因此，如何在不冲击央行正常运作的前提下调度资金，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目前讨论较多的3种方案是：一是由财政部对内发行政府债券筹措资金，再将募集到的资金交由主权基金管理，这类似于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模式，政府举债投资海外。二是由政府直接挹注一笔资金成立一家国有控股的投资公司，仿照新加坡淡马锡的模式来经营。三是由政府出资，委托一个专责投资机构来运作资金，接近韩国 KIC 的做法。除了这3种主要管道，也有人提出其他创意做法，比如结合年度预算的盈余款项、各类公共退休基金的可用资金、特定税收收入等多元来源，一起打造一个灵活且规模可观的战略投资资金池。然而，这些方案各有优缺点，需要审慎权衡。举例而言，透过发债筹资虽然不直接动用存底，但会增加国家债务负担，而且国库把钱借给自己投资，万一投资绩效不佳，还得还本付息，这风险最终还是全民承担。若是直接动用财政部预算或国有资金，则可能排挤其他公共支出，而且要先经过立法院同意，政治上未必顺利。至于混合多元资金来源，看似灵活，但操作起来牵涉单位众多，协调不易，钱从哪个口袋出，将来收益怎分配，亏损谁承担，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部会争议。由此可见，主权基金要顺利上路，背后必须解决立法授权、财政与货币协调、治理架构等一连串制度问题。如果设计草率，沟通不足，甚至可能在内部先闹出矛盾，拖延推行时程，那就本末倒置了。好在目前政府态度审慎积极，已经开始着手研议相关细节，未来势必要专门立法订定主权基金的管理办法，为其运作提供法律依据。立法时也会考虑到监督机制，例如建立国会定期监察、资讯透明公开等条款，确保这笔国家资金的使用不脱轨。同时，行政部门内部也得紧密合作，财政部、央行、国发会等单位需要建立协调机制，一起设计出符合台湾情况的主权基金架构。这将是一场制度创新的考验，也是台湾财经政策从保守走向积极的重要转折。资金有了着落之后，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管理这座金山。以往我们的钱几乎都由央行集中管理，投资范围狭窄，安全至上。现在交由主权基金来操作，等于打开了投资版图，但也面临更多风险挑战。因此，建立专业而健全的治理结构就格外重要。预期政府将设计出一套现代化的基金治理框架，比如成立独立的董事会或理事会，聘请在国际投资界有经验的专业经理团队来负责操作，每季每年定期向监督单位报告绩效，并接受外部审计。同时要订立严格的风险控管机制和投资纪律，避免基金沦为图利特定人士或承担过度投机的风险。国际上的经验提供了许多启示，
成功如新加坡、挪威等的主权基金，无不是靠高度透明和专业管理赢得公信力。他们制定了明确的投资目标和容许风险范围，投资决策大多交给市场化运作的团队，政府不会日常干预，只负责大方向和监督。反之，一些失败的例子则往往与治理不善有关。例如，某些国家的主权基金被当成私人金库，投资决策受到政治力干扰，导致资金挪用或决策失误，最后坑的还是全民的钱。台湾绝不能重蹈这类覆辙，必须在制度设计上一开始就把防火墙筑好，包括资讯公开、禁止利益冲突、独立稽核等方面都要到位，让国人对主权基金的管理能够放心。另外，要有心理准备的是，投资都有风险，主权基金一年赚或赔都可能发生，切不可期望它永远只赚不赔。因此，社会舆论需要成熟理性，不能一看到短期亏损就大肆挞伐，迫使基金紧急收手，这样反而可能错失长远利益。回顾过去，许多大型基金也曾遇到挫折，比如中国的中投公司当年投资美国金融机构，一度浮亏严重，在国内遭受批评。南韩 KIC 早期操作也相对保守，收益平平，被质疑存在感不高。然而经过时间，他们大多还是走上正轨，赚取稳定回报。台湾的主权基金未来难免也会面临市场震荡和考验，我们要以长线角度看待绩效。只要资产配置多元分散，投资决策审慎专业，长期而言取得优于存放定存和美债的报酬率是有相当把握的。试举一个粗略的数字概念，如果台湾主权基金规模达到2000亿美元，哪怕平均每年投资报酬率只有 5%， 一年也有100亿美元的收益。1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约合新台币3000亿元，几乎可以覆盖台湾一年国防预算的一半，或者是劳保年金一年缺口的数倍。也就是说，主权基金若能顺利运作，将来它每年的盈余都可能成为政府财政的重要补充，用在社会福利、国防、教育等各种用途上，减轻纳税人的负担。这正是主权基金被称为国家第二座金山的意义所在。它有望源源不绝地为国家生财，用投资收益造福全民。除了金钱上的回报，主权基金带来的战略价值也不可小觑。借由这个新的投资平台，台湾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存在感将大为提升。我们不再只是电子产品的供应者，同时也将成为资本的输出者。在国际谈判桌上，台湾若能运用主权基金与他国开展投资合作，势必增强我们的谈判筹码和影响力。例如，当台湾成为某些东南亚国家基础建设项目的投资者之一，或是欧洲某新能源计划的主要资金方，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将更紧密，未来在政治外交上也更容易获得支持。主权基金等于为台湾打造了一支经济外交的生力军，以资本为媒介拓展国际朋友圈。对内而言，主权基金的操作也会倒逼台湾金融业与资本市场的进步。为了配合庞大海外投资，我们需要培养更多金融人才，加强风险管理能力。台湾资本市场也可能随之更国际化，更具深度。可以说，这座第二金山将在润物细无声中推动台湾经济生态的进化。谈到这里，再让我们把目光拉回与南韩的比较。毕竟标题说实力斩压韩国，想必很多朋友也好奇台湾主权基金将如何体现这点。前面提过，就官方外汇资产而言，台湾确实已远超南韩，但南韩在国际投资方面也不容小觑。他们有一支全球知名的国民年金基金，规模超过7000亿美元，是世界前3大的养老基金，在全球各大市场都有投资布局。不过，国民年金毕竟主要服务于南韩国内的退休保障，其投资操作相对保守，且缺乏政府直接战略引导色彩。反观台湾，如果顺利打造出国家主权基金，将是直接由政府掌舵的大型全球投资者，在灵活度和策略性上可能更具主动权。南韩目前虽没有类似规模的国家级投资平台，只有规模较小的 KIC， 未来台湾的主权基金无论资产规模还是政策重要性，都很可能胜过南韩。这并非说我们经济总量超越对方，而是指在财富运用和资本影响力这个维度上，有望实现对韩国的赶超。
对长期被拿来与韩国比较的台湾而言，这或许是另一种形式的超车。最后，我们不妨重新审视第二座金山。这个比喻，第一座金山是台湾过去几十年用汗水和智慧累积的外汇宝藏，但它静静地躺着，发挥的作用有限。第二座金山，则是我们决定挥动铲子，将宝藏投入土地重新开采，把黄金铸造成更大的财富轮子。这其中蕴含着勇气与冒险，也伴随着希望与挑战。一座金山可以带来繁荣，也可能因一念之差倾圮崩塌。未来台湾主权基金的成败将深刻影响国家经济命脉。我们当然希望它能成为护佑台湾富足安定的聚宝盆，在专业经营下滚雪球般壮大，长长久久地为全民带来收益，让下一代享有更充裕的资源和更多元的发展机会。但我们也需谨记，那隐藏在成功背后的风险。市场瞬息万变，政治环境亦难以预料，一旦决策不慎，金山也可能变成沙丘，届时不仅收益落空，反而可能伤及国本。不管怎样，台湾已经踏出了勇敢的第一步。过去我们习惯了守成与稳健，宁可错过机遇，也不愿冒险犯错。如今面对内外夹击的局势，我们选择大胆地拥抱改变，用创新的思路来解决陈阿救急。台湾第二座金山的雏形已然浮现，我们正见证一场国家财富战略的大转型。这趟旅程中充满未知，但机会与风险并存。或许若干年后回头看，我们会庆幸自己开启了这条道路。台湾不再只是全球供应链上的一环，也是全球资本流动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我们也将更有底气说，即使风云变色，台湾有自己的口袋底牌，不再任人掣肘。实力斩压韩国，主权基金来了。这个曾经的疑问正在逐渐成为现实。未来10年，若台湾的主权基金顺利运行并茁壮成长，那将是真正的第二座金山矗立于世。我们期待看到它为台湾带来经济的新动能、财政的稳健保障，以及国际上的更大影响力。当然，驯服巨兽从来不易，如何管理如此庞大的资产，考验着智慧和定力。但可以肯定的是，台湾已经迈出关键一步，踏上将财富转化为国力的新征程。这座新崛起的金山，究竟会成为台湾长久繁荣的基石，还是另一场考验的开始？答案将由我们共同努力，在实践中写下。让我们拭目以待，迎接属于台湾的财富新时代。